他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。在他的倡议下，中国建造了第一艘轮船，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，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厂，建立了第一所造船厂，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学籍，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。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南娄底。我身后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名人故居。湖南在中国近代诞生了非常多的人物啊。我们先从清朝讲起，清朝晚清的4大名臣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，还有张之洞这些人。那么这个身后这里呢，就是曾国藩的故居。曾国藩大家非常熟悉了，当时清朝在那个我们说风雨飘渺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太平天国的运动，清朝都快支撑不住了。力挽狂澜的人是谁呢？就是曾国藩。我们说曾国藩是屡战屡战，屡战屡败，但是最后呢一战定乾坤，最后赢了，那个挽救了那个清王朝的那个命运。前面这个房子啊，就是曾国藩的故居。听说这个故居啊，不是曾国藩自己修建的，是他弟弟修建的。他弟弟当时也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一个猛将啊，也是曾国藩的手下。他的人生、他的智慧、他的思想，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曾国藩是清朝一个地主家庭，自愿天资聪明、勤奋好学，后考取了功名，踏上了仕途。那么曾国藩最让大家熟知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说的太平天国运动。那太平天国当时清朝的时候，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，清朝的国力嘛已经江河日下了。当时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，当时我们说的清朝的八旗、满八旗或者汉八旗，对那个太平天国那些已经我们说的无能为力，所以咸丰呢就下令啊，各地可以允许团练，就是相当于我们说的，就各地的地主啊，或者各地的那个乡绅，可以自己组织部队去镇压太平天国，就跟当时那个东汉末年嘛。所以曾国藩呢，就利用这个机会呢，就是组织我们说的部队去镇压太平天国。当时呢，组织就是我们最著名的湘军，因为基本上那个他的子弟兵啊，都是湖南这边人。因为这个故居啊，是当时1865年修建的，那个时候太平天国已经结束了。当时攻占太平天国之后啊，曾国藩向朝廷那个说啊，当时太平天国收刮的那些银两啊、金银财宝不见了，其实是被曾国藩的弟弟啊曾国荃，拿走了，运回老家了。然后最后呢，也在老家修建了这个故居。所以这个故居大概是这么由来的，有一个藏书楼，曾藏书30多万卷，是我国保存完好的最大的私藏藏书楼之一。曾国藩的崛起啊，对清王朝的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因为他挽救了清王朝嘛，并且呢，他也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。洋务运动像那个李鸿章也是洋务运动，其中李鸿章、左宗棠这些人可以这样说，一开始就是曾国藩的学生，因为是古代嘛，跟着曾国藩打仗，基本上也等于是曾国藩的学生。有个东西大家应该不知道了不了解啊？从古至今，中国在古代啊说有2个半圣人，就是经常看小说呀、看其他的都有说圣人。那第一个圣人就是我们说的孔子，第2个圣人大家知道是谁吗？隔了2000多年呢，就是明朝的那个谁呢？王阳明新学的，就是朱厚照那个时期的。最后半个呢，就是清朝的曾国藩、曾文正。曾文正，他这个曾国藩故居也叫富后堂，始建于清朝同治4年（1865年），占地面积4万余平方米，建筑面积1万余平方米，砖木结构啊，沿中轴线对称。还有那个曾国藩亲自建的一个房子，反正里面有很多，我们等一下在里面详细介绍。因为曾国藩嘛，功劳太大，被封为义勇侯。其实啊，他是那个清朝文官武官第一人呐，因为他是又是文官又是武官。远处那个是帅之旗。这个帅之旗啊，顾名思义就是领军用的军旗，它象征着曾国藩统帅湘军时候的权力啊。因为传说曾国藩当时
率领湘军对战那个太平军的时候，在出征前特地定制了一名帅旗。在古代啊，我们说的帅旗相当于军旗，这个帅旗是不能倒的，如果帅旗倒了，基本就完蛋了。其实这就是鼓舞出征湘军的士气啊，同时也展现了志在必得的决心。为什么叫义勇侯帝？就我们刚才说了，他封为义勇侯，就是一个侯爷，就是军功很强，功劳很大。我们现在准备进去看一下，其实从这里啊，它这个门是不大的，就代表啊，它这里比较低调，不像我们说的很多大门是气势磅礴，它这里呢是不一样的。一进来啊，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草皮，这个有点像我们说的操场一样的。它这个呢，其实四周都有房子，这里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。当然，北京的四合院没有这么大，它这个在故居可以建这么大，就是财力雄厚嘛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这么大的四合院出来。然后后面就是主楼，这里是一排走廊，然后这个地方很多段小房间，这小房间是干嘛的呢？相当于我们说的那个教房啊，或者其他放一些工具的。打个比方说，他这里的那个曾国藩的妻子或者其他人要出门，那要坐轿吧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我们说的现在汽车，那坐轿或者用马车就可能放在这个地方。那这个就是官轿，官轿呢是古代官员出行的交通工具，同时呢也是一种权势和地位的象征。不同的官品在轿子上的形制类型、用料颜色等方面都有严格的区分，人们可以根据轿子颜色、帷幕、用料等等来区分官员的那个等级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像这个轿子啊，就是8人抬的，因为它那个曾国藩的嘛品级比较高，就是8人抬。像这个就是蓝色的，这个是属于4人抬。那这个地方是马厩。因为他养了马嘛，他要经常骑马出去，所以马厩包括我们说的，他还出行，还其他的那个东西，出行的不光光是我们说的有轿子、有马，还有其他的我们说的仪仗。经常大家看影视剧说有肃静啊那些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灌溉工具啊，就是脚踏水车。这个地方打个比方说，这个是放在水里面的，然后一直踩的话，一直是摇的话，就可以把水带上去，通过那个管道一样的进入到田里面。前面这个地方就是傅后堂，那个始建于清朝同治4年，就是那个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结束的第2年，曾国藩被朝廷派往山东剿灭捻军，就说白了嘛，他们当时想把曾国藩当成一个救火队员，因为曾国藩的功劳太大，他又不可能把他调到那个北京军机处去那里，所以呢，就让他全国到处救火。那当时呢，他去那个镇压捻军的时候，他当时两江总督在任时那个家眷不便带往去，所以呢，他们那些家眷就回老家，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建房子了。像前面这栋房子建了很长时间了，从1865年大概是开始建的话，建了9年时间，也就是说啊，曾国藩去世之后，这个房子啊才完完全全竣工。曾国藩来这里居住过啊。它里面他亲自建的房子，我们走进来看一下，看这个地，经过历史的沧桑，走到这里面非常凉快啊！在外面现在有点热，但是里面很凉快。可以看到这用材确实相当先进，相当不错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呢有很多雕刻，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。这个是比例复原图啊，所以这个地方风水相当好啊，看到没有？仿照那个古代的那个判宫建的，有山有水，对吧？就我们说的，曾国藩本身就是风水大师，在古代说法。在这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房子全部是对称的，整个房子。关于风水学就不用讲了，为什么这样讲？在很多资料记载，包括小说各方面都有记载，曾国藩是一个风水大师，大家都了解吧？所以他的家族也传承了很多年。还有呢，大家很多人都那个追崇曾国藩教育子女。基本上啊，在中国近代，
我们说的教育子女最成功的就是曾国藩，还有梁启超，特别是曾文正的这个家书啊，传承了多少年呢？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传承。这里呢，一个大的天井，它这里面很多天井啊。在古代我们都知道，那个房子一整个大的家族房子基本都连起来了。它很多地方采光靠什么呢？就靠这个天井采光。采光，这个就是蒸汽机模型啊。所以它这里面太大了。你看，这也是天井。这个天井的话非常多。然后看看这里是什么？这里是不是有什么我们说的表演呢？哦，这里一个讲堂，就是讲书的地方。可能当时的私塾，他们的那个曾家的子弟在这里读书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地方啊？我们继续看，他这个前面这个卧室呢，属于欧阳夫人，就是曾国藩的妻子啊，原配。欧阳夫人的卧室这两边都是啊。1866年。欧阳夫人率那个子女从南京两江总督府回到了这个地方，在这里住了1年多的时间。欧阳夫人呢非常节俭的，我们常说一个男人成功，那背后一定少不了一个女人。她同样的，曾国藩在外面打仗，子女呢交给欧阳夫人教育，所以我们说的曾国藩的子女啊，事业有成，还努力奋斗，欧阳夫人功不可没。看到这几个柱没有？勋高柱石，这个是同治9年10月，曾国藩60岁生日时，同治皇帝御赐的。这里也是一个卧室，这个卧室呢是曾国藩的儿子啊，曾纪泽的卧室。他当时也是陪着他母亲来这里居住的。他的父亲去世之后，曾纪泽呢就回到家中守孝。就在这个地方大概守孝了5年的时间。为什么我们又会说到那个曾纪泽呢？曾纪泽，曾国藩的那个儿子啊，1890年去世。他是中国外交的先驱，就是中国清代著名外交家，是清朝中姓名臣曾国藩的次子。看到没有？这全部是对称的。这里也是天井房。天井特别多啊，留一个大缸，这个大缸可能是储水的用，有时候如果万一有点小火啊，它这里可以救援。这个地方是花厅，就是请客的地方啊。看到这个东西没有？这是一块牌匾，这个是曾国藩亲自写的“独亲西姑”。在最边上有个无慢室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要怠慢，就是说啊，曾家接待客人就在这个地方。看一下这里2个巨大无比的天井啊！其实整个这个房间啊，特别是中间的房间，全靠这个天井采光的。因为两侧的房间可能还有窗户，中间这些房子是没有采光线的，都是靠天井。在这个房子东边有一口井，就是叫曾家古井、曾家老井。这个是当年呢，整个曾家水源就是这个地方喝水的。上面一栋建筑是整个曾家古宅唯一的独立的建筑。这个是谁呢？这个是叫诗云馆，是曾国藩亲自组织建设的，亲自命名的。这个诗云馆呢，是曾国藩晚年居住的地方。诗云馆是整个曾国藩故居独立的2层楼房，建筑面积约500平米。曾国藩的故居我们就已经看完了，是我看了这么多故居里面呢，这个最豪华、最有代表性的一座。它跟很多地方的故居是与众不同的。